因此，在 Galaxy Z Fold 7的正式推出中， Samsung 继续称它为超级升级。当然，您会期望它最超级的做法是增加正确的 S Pen 支持，但反而他们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。是的， Z Fold 7不再支持 S Pen， 其中一个最有用的、独特的功能就是离开了。现在常见的理论是 Samsung 决定将手机更薄。是的，这实际上是真的。但 Samsung 说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，并且坦白说，他们的解释并不完全符合我，让我解释为什么。大家好，这是 Sal。坦白说 ，Z Fold 7仍然是一个很棒的折扣。不得不承认，这是 Samsung 第一次在1年内进行这么多升级。如果您仍然在考虑预定一个 Samsung 正在提供一些很棒的折扣，使用我的链接，您可以获得$1000的购买，或平均$300的购买。如果您没有手机来购买，没有问题，加上$200的信用卡，$50的信用卡是从我的链接特写的。如果您和 Galaxy Watch 或 Buds 3 Pro 结合，您可以获得那2个的55%。一个快速的提示，那些$50的信用卡只能在您使用链接的描述中启动，并在30分钟内订购您的订单。因此，如果您感兴趣，现在是时候了。好了，回到 S Pen 的乱七八糟。Samsung 说它被除掉了，因为他们的调查显示，大多数 Fold 用户无论如何都没有使用它。就像 S Ultra 的手机， Fold 并没有按原则提供 S Pen， 也并没有提供键盘。如果您想使用它，您必须离开您的方式去购买它，分开。是的，事实上不太多人做了。一方面，这是理解的，如果需求并不大，您无法完全责怪 Samsung 不降低它的价格。但另一方面， Samsung 花了多年的时间推动 S Pen 像是它是轮胎最好的发明。他们努力发布，让它成为了他们的身份，特别是高端模型。而就在人们终于习惯了它，使用它，甚至买 Fold， 因为它 Samsung 转过身，像是它从未有关系，就像那样。当然，我们 S Pen 的粉丝是少数，调查数据证明了这一点，但这些不够人使用的借口很弱。这不仅是数据， S Pen 并不是玩偶，它实际上是有用的。对于签名、描写、生产力，这对有些人来说是重要的。它是一个让 Samsung 出名的功能，现在他们撒了它一旁，像是没什么大不了。而且让我们不要假装这是一件一样的事情。记得当他们掉下了耳机夹、SD 卡夹、充电夹在盒子里，甚至最近他们把 S Pen 的 Bluetooth 功能拆除了，每次都是同样的借口，没有人使用它。而且每次他们都错误了那些东西对于某人有多重要。这时候，每次 Samsung 的发布都让我越来越担心，不因为我不感兴趣新的功能，而是因为我一直在想他们下一步会做什么。坦白说，这很糟糕。Samsung 曾经是给互联网用户一切的品牌，他们曾经是给厨房用户一切的品牌，而我们为此热爱。现在他们变成了 Apple 2.0， 剪辑功能在流畅的名义上，这引起了我更大的担忧。如果他们可以从折叠起来剪辑 S Pen 的支持，这将阻止他们在 Galaxy S26 Ultra 上做同样的事情。如果明年他们的数据说人们不够把 S Pen 拉出来，我们就会全部丢掉吗？这实际上感觉像是我们在看 S Pen 的渐渐消失。现在我看到有些人在刷 S Pen， 停止尝试，这并不是一件大事。但坦白说，这只是一个懒人的想法。只是因为你不使用一个功能，并不意味着这并不重要。这不是关于改变，而是关于保持。Samsung 负责，我们期望互联网设备向前移动，而不是向后移动。如果我们让他们把功能削弱，没有推迟，它会结束在哪里？今天是 S Pen， 明天谁知道？这正是为什么人们在说话，并不是因为他们太戏剧化，而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超级设备变得不够超级的趋势。别说我错了，
Z Fold 7依旧是一部很棒的电影，可能是今年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一部。而 Samsung 并不是说大多数人不使用 S Pen， 但对于那些做了这些事情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巨大的步骤，无处不在。无论如何，我已经有完整的解读 Z Fold 7的18大改变，点击这里，我会在那里见到你。